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，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您忙碌的生活中，抽出时间来观看我的视频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两道深受大家喜爱的传统美食腐乳和皮蛋。它们不仅味道独特，而且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，但同时也有一些食用禁忌需要注意。腐乳发酵美食的营养与健康。腐乳的制作与营养价值。腐乳是民间流传的一道美食，以其独特的香味和微辣的口感，深受大家喜爱。几乎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，尤其是在早餐时，一块美味的腐乳搭配一碗清淡的白粥，简直是绝配。腐乳以大豆为原料，通过微生物发酵和腌制，再经过2次加工制成。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不仅赋予了腐乳独特的风味，还大大提升了它的营养价值。尽管很多人认为腐乳属于重口味的食品，因为在发酵过程中会加入较多的盐，从而对健康有害，但实际上与咸菜相比，腐乳的营养价值要高得多。适量食用腐乳对健康是有益的，它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腐乳到底有哪些好处。腐乳的5大健康益处。补充部分 B 族维生素。在发酵过程中，微生物会合成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12 等 B 族维生素，从而提升腐乳的营养价值。这些维生素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神经系统健康至关重要。补充蛋白质。腐乳以大豆为原料，大豆虽然富含植物性蛋白质，但其中的蛋白质不易被完全消化吸收。然而，经过微生物酶的水解后，腐乳生成了低分子多肽混合物，使得蛋白质更容易被消化吸收。腐乳中蛋白质的消化率从大豆的 65.3% 升到了 96%， 这使得腐乳成为了一个优质的蛋白质来源。补充体内矿物质。发酵的腐乳不仅蛋白质消化吸收率更高，其维生素含量也更加丰富。这是因为在发酵过程中，微生物分解了豆类中的植酸，使得大豆中原本吸收率很低的铁、锌等矿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此外，腐乳中的钙、镁等矿物质不仅没有减少，生物利用率还上升了。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骨骼健康、促进新陈代谢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。预防骨质疏松。研究发现，吃大豆较多的女性骨折发生率较低。大豆异黄酮是一种植物雌激素，功能与雌激素相似，可以通过乳腺组织中的雌激素受体结合，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。腐乳以大豆为原料，富含钙等矿物质，而且吸收率比直接食用大豆更高。因此，适量食用腐乳对于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帮助。营养比乳制品更高。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因此有东方奶酪的美称。研究发现，腐乳中所含的蛋白质量和消化性与动物性食物不相上下，甚至不输乳制品。而且，腐乳完全不含胆固醇，比含胆固醇的奶酪更有益于健康。腐乳的食用禁忌。虽然适量食用腐乳有很多好处，但也不建议多吃。这是因为腐乳的盐含量非常高，建议每天不要超过1小块。如果当天吃了腐乳，建议减少3餐中的盐含量，以免盐摄入超标。此外，腐乳的盐和嘌呤含量偏高，因此有心血管疾病、痛风、肾病以及消化道溃疡的人最好避免食用腐乳。腐乳中的酪胺成分可能与某些药物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发生反应，因此服药期间需遵医嘱避免食用。皮蛋。传统美食的营养与健康。皮蛋的制作与营养价值。皮蛋也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传统美食，人人都爱吃，尤其是搭配瘦肉粥，味道简直是美味无比。然而，很多人因为担心铅中毒而不敢吃皮蛋。关于铅中毒这件事，大家可以不必过于担心。传统的皮蛋加工配方中加入了氧化铅，目的是促使蛋白质凝固，导致皮蛋中的铅确实曾经超标率惊人。但现在工艺多采用了无铅工艺，用硫化铜、硫化锌等代替含铅物质。如今的皮蛋制作标准规定，
每1000克的皮蛋，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0.2 毫克，比以前的3毫克降低了不少。正规厂家生产的皮蛋的铅含量通常很低，可以放心食用。2. 皮蛋的4大健康益处：清热去火，皮蛋具有一定的清凉消暑作用。天气干燥时，人很容易上火，出现口干舌燥、咽喉肿痛、便秘、牙龈肿痛等症状。中医认为皮蛋中含有较多的矿物质，且性凉，有清热止渴、滋阴润燥的作用，对于缓解上火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。皮蛋拌豆腐、皮蛋黄瓜汤等都有很好的去火功效，促进消化吸收，提高食欲。皮蛋能够开胃润喉，促进食欲。这是因为在碱酶以及微生物的作用下，皮蛋内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成简单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使皮蛋中的氨基酸含量增加。简单蛋白质和氨基酸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从而提高了皮蛋的消化率，还能增进食欲。润肺，中医认为皮蛋具有滋养阴血、清热润肺的作用，少量食用皮蛋能够去除肺燥肺热。近几年研制的皮蛋中，对人体有害的铅含量已经下降，而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如锌、铁等含量增加，使皮蛋的营养价值与疗效功能进一步提高。解酒，对于饮酒量较高或常有饮酒习惯的人来说，皮蛋是最好的解酒食品之一。它能够保护胃黏膜，解除酒精的毒性，让醉酒后的脸红、头晕、脑胀等症状减缓。尤其是皮蛋和醋一起食用，有解酒的功效。3. 皮蛋的食用禁忌，虽然皮蛋的铅含量已经比以前低了很多，但这并不代表皮蛋中完全无铅。如果经常食用或过量食用，仍然会对人体有害。每次食用时尽量不要超过1个，也不要天天吃皮蛋。不过，适量食用一点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，所以大家不必对皮蛋避而远之。偶尔浅尝辄止也未必不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皮蛋性凉，寒性体质者不宜食用，女性经期也不宜食用。此外，因为皮蛋是腌制食品，肝病或肾病患者也不宜长期食用皮蛋。儿童、孕妇、哺乳期的妈妈等特殊人群应该谨慎使用皮蛋，因为他们的身体对有害物质的耐受性相对较弱。食用皮蛋可能会对自身和胎儿或婴儿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腐乳和皮蛋都是传统美食，适量食用对健康有益，但过量食用或特定人群食用可能会带来健康问题。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，最后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